讓你們看看大宋的交通工具到底有多強。我們現在起始位置標個點，看看它能飛多遠。哇塞，我的媽呀，會飛的輪子！你們看這獨特的外形，就算沒有翅膀也能在天上飛，而且飛行的距離遠遠超過了大清宮平須御風。用輪子當交通工具，難道不比大清宮香嗎？哇，好帥呀！這隻風火輪是真的厲害，它的飛行距離是1260米，比最遠的大清宮平須御風還要遠。上次咱們測試平須御風最遠距離只有900米。重生之我在燕雲割麥子，兄弟們，最近燕雲推出了莫購玩法，我靈機一動用它來割麥子，沒想到真的可以收割麥子。你們看我身後的地，麥子已經被收割了。我估計燕雲官方自己都沒想到，燕雲它本身就是一款武俠遊戲，沒想到玩家不去江湖上行俠仗義，而是跑到地裡割起了麥子。而且麥子可以用來做燒餅，使用可增加280點攻擊力，而製造方法也很簡單，你只需點擊背包裡的麥子，選擇製造烹飪，就會提示製造流程。而麥子就在滬沱地圖的金穗坡這裡，在這裡同樣有一個四海豪客。你先把收割機開到四海豪客面前，與他對話完成之後，你就直接上到收割機，像割麥子一樣收割四海豪客，是不是很厲害？我原本想用這個方法去打 BOSS 的，但是我的野外首領全都讓我幹完了，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能不能行。四海豪客太弱了，我只要駕駛收割機就可以無傷通關，輕鬆領取裊裊之音。你們可以像我這樣駕駛收割機在地圖裡轉圈，很快就能磨掉它的血量。這個視頻千萬不能被遊戲策劃看到。金穗坡這裡的首領被打完之後，旁邊會有一個地下室，跳進去把寶箱拿了，而且這裡面還有橘子可以吃。這還是我第一次在燕雲地圖裡看到橘子這種水果。既然收割機這麼牛，我決定用它為紅線報仇。可是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，收割機竟然從吳襄皇身上穿了過去。看來現在官方還不讓打他。不過說真的，這吳襄皇面子也真夠大的，他是燕雲開服至今唯一一個可以跨地圖自由旅行的 BOSS。後來我又嘗試用太極把他扔水裡，根據燕雲萬物溶於水的原理，肯定能殺死他。可是萬萬沒想到，這裡的水還不夠他喝一口的。看來官方早就預料到了，所以整個地圖都是潛水區。唉，你們肯定在想，我是不是瘋了？敢去招惹皇城禁衛軍？哈哈，要是沒有2把刷子，我敢去玩命嗎？怎麼樣？大宋要是有收割機，何愁攻不下城池？到時候收復燕雲16州指日可待。我一個人單槍匹馬就敢攻下一座城池，我簡直就是火眼王！不消片刻功夫，趙匡胤的軍隊已經屍橫遍野，被我殺得潰不成軍。這哪裡是正規軍，簡直就是一群散兵游勇。正好我今天黃袍加身，女帝登基，大家隨我一起殺入皇宮。這讓我想到了一句電影台詞：1個月3000塊，你玩什麼命啊？你們看這些士兵身上，月薪只有幾十塊錢，還不夠我吃一頓飯的錢。如今我當了老闆，必須得給他們漲工資。大宋有了這台收割機，既可以下地耕田，又可以上陣殺敵，一個字：爽！爽！讓你們看看我的第2台機器——快樂大擺錘。從此面對皇城禁衛軍不再是恐懼，你將會感受到搖擺帶來的快樂。我自己都沒想到動力竟然如此強勁，把我都甩飛了起來。不過皇城禁衛軍也拿我沒辦法，還有拿弓箭射我的，地上用刀跳起來砍我的，連我的一根頭髮都傷不了。這就是實力。還想砍我？我突然想到個好玩的，你們看，我又跳下來了，我又跳上來了，
打我啊，笨蛋！我這也算是開創了新的流派。我知道國際服玩家有些是用太極把禁衛軍扔水裡的，還有射箭讓禁衛軍往水裡跳的，但是都沒我這個好玩。調戲禁衛軍是一種快樂。該死的百葉，你害我性命，我跟你不死不休！大家記住這個百葉名字，叫什麼？雨落青雨念諺語，起了好長一段名字，而且還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。哎呦，不錯哦，好玩好玩。我想要再試一次。我打聽一下，你們國際服也能這麼玩嗎？可惜這不是晚上，要是晚上的話，這種煙花的特效會更好看。這個新出的月亮很漂亮，我也不知道怎麼獲得。不過我認為夜雲這種盈利模式真的很棒，它的遊戲免費，而外觀收費，這樣既不會影響遊戲平衡，也能吸引更多的玩家加入。來吧，兄弟，送我上天！找個椅子坐坐。我們這個百葉真的很不錯，我之後想單獨出一期影片介紹我們的百葉有哪些好玩的，反正內容很多很多。而我也很喜歡大家庭的氛圍，大家在百葉裡聚會，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，其樂融融。馬斯克的火箭上天了。如果不是考慮到音樂版權，我都想在這裡配上一段音樂，比如鴛鴦系 DJ 就很好聽，搭配上這件紅色披風，走路的感覺簡直太帥了。你們現在看到的百葉玩法只佔整個百葉的1/10，所以我認為很有必要專門出一期影片，講講百葉駐地有哪些玩法。但這並不是這期影片的主題。這裡有把椅子，我們坐在這裡曬曬太陽，旁邊還有盪秋千。其實夜雲的玩法真的很多，比如你可以下副本打 BOSS， 也可以做任務收集七蹺，或者土木中建造，收割機下地割麥子。而我屬於街溜子。我就溜達，每天什麼任務也不做，哪裡好玩我就逛哪裡。比如聽聽小曲，曬曬太陽。每周就只做2件事情：一是打協力清剿把心力清空，二是去不甘商店把心法買了。我就憑這2件事情升到了現在的100級。好了，我們接着回去講摸狗玩法。剛才被百葉拉了進來，雖然這裡也挺好玩的，但是咱們也不能跑題。讓你們看看咱們大宋的摩托車，行軍打仗就靠它了。我準備組建一支摩托化機械部隊，1天之內就能奔襲千里，收復燕雲16州。哎呀，動力太強，老翻車，看來我得換個地圖。怎麼樣，河西涼州這個地圖夠不夠大？哎呦，不錯，還可以飆車，而且速度也很快。而早在1000多年前，咱們大宋就發明了外星飛碟，可以对契丹軍隊進行空中打擊，拿下制空權。怎麼樣？就是駕駛員會感覺有點頭暈。這是咱們大宋研發的第2代小鳥直升機，可以在天上偵察契丹軍隊的動向。雖然目前還沒有裝備30毫米機炮，不過我相信莫山道會盡快研發出來。根據開心遊戲的試駕體驗，這款飛機能飛在10000米高空的雲彩之上，而且轉向靈活精準，續航有5000公里。我大宋軍隊有此神器，早上出發收拾契丹軍隊，中午就可以回到營地吃午飯。關二爺溫酒斬華雄也不過如此。古代戰爭講的就是兵貴神速。怎麼樣？我這小鳥直升機，你們打幾分？
我準備駕駛小鳥直升機從不見山地圖橫渡到金河地圖，大家看我能不能成功？事實證明，小鳥直升機是完全可以穿過層層迷霧抵達對岸的。這就是不見山的那層迷霧。我們再試一次。这次進入非戰鬥區域了。不過事實證明，這方法確實可行。之後我們會用這個方法運送兵力，空降到契丹軍隊上方。同時，我們地面部隊也要跟上。這是我們大宋研發的坦克，發射125毫米口徑炮彈。有了它，咱們大宋軍隊就可以長驅直入，攻城略地。敵人如果不開城門，咱們就一炮給他轟開。但是嘛，我想給遊戲策劃提個建議。目前這個炮管只是個擺設，希望後期能加入炮彈開火的功能，一炮就能把城牆炸開個大洞，那樣才好玩。這是咱們大宋研發的機甲，你也可以稱它人形機器人。你可以像電影《環太平洋》那樣駕駛機甲，而且它擁有強大的火力。上面的是3根炮管組成的加特林機槍，下面是一根125毫米組成的榴彈炮，兩邊的翅膀可以飛行。雖然現在還不能，不過總體上來說，這是一套火力極強、功能全面的武器系統。发展宋朝國力，不僅要有過硬的軍事實力，也要有專業的挖掘機。工部尚書這個位置就該我來做。全國應該修建水利工程，造福百姓。喂，你好，請問買挖掘機嗎？我不買挖掘機。不買挖掘機，你有毒吧？這台挖掘機確實能正常駕駛，但挖掘機的機頭並不能使用。希望遊戲策劃能看到這個視頻，盡快優化墨構玩法。不僅要能組裝，還應該賦予它們相應的物理特性。本期視頻的標題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重生我在燕雲開挖掘機。不過說真的，我這個挖掘機幹活效率就是快，你們看這些工人幹活效率太慢了。當然也少不了娛樂玩法，比如這個蹺蹺板就挺好玩的。遺憾的是，現在墨構還不支持聯機玩法，只能自己跟自己玩。希望燕雲官方後期能支持好友聯機，這樣就可以邀請好友來一起玩。也是這樣的，就不操作的話是看不見的。這是我邀請好友聯機，我看到他的視角真的好搞笑，而實際上我看到的視角卻是另外一種，也就是說，咱們兩個人看到的同一個場景都是不一樣的。哎，希望官方趕緊修復吧。是不是飛了？關鍵你飛了，我當時是從天上下來想找你，你放天。這是我的視角，看起來一切正常。而這是我看聯機好友的視角，難怪他說看我像是在看傻子一樣。嗯。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比如我駕駛這輛卡車，是不是看起來一切正常？而且轉彎的靈活性也很好掌控，駕駛手感非常舒服。我們再來看看好友的視角。你咋了？看見沒？整個就是一輛破車，像是拖着幾塊木板。可憐我邀請他來我的單人世界，本來想讓他誇我幾句，沒想到他說看我像是在看傻子。唉。但是你那邊看着正常嗎？
对，我剛才看你也是那樣的。你們再看看他的御劍飛行，啥？怎麼還豎起來了？OK， 行。然後你們再看看我的視角，這才叫御劍飛行。我們看到的完全是兩種畫風，特別搞笑。這是某位大神研發的輪椅，我是直接套用他的圖紙，坐上去還能當交通工具，速度賊拉快。這感覺就像當年慈禧太后擁有了第一輛自行車，整個皇宮的禁衛軍都看懵了。反正與1000多年的古代格格不入。不過你這個剎車姿勢甚是古怪，剎車全靠躺。不過沒關係，我對它進行了改良。這是古代版的平衡車，顧名思義，平衡性那是沒得說，駕駛平衡車絕對不會翻車。哎，我又想到了行軍打仗，我們大宋軍隊每個人發一輛平衡車，然後人手一桿長槍，豈不是比戰馬還跑得快？視頻結尾我說下這個熟悉春時裝，原本它是紅色的，但我發現染色成黃顏色之後，就像女皇陛下一樣，簡直太美了。而且這個帽子可以在百業商店購買，搭配這身黃袍簡直太好看了。我是開心遊戲，如果覺得本期內容還不錯，麻煩點個讚，推薦給更多人。下期視頻我準備做燕雲國服有哪些武學是國際服沒有的，比如唐橫刀、一拳超人，快訂閱我吧。